你听说过月之暗面吗？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，当你抬头看满月的时候，无论春夏秋冬，月亮上的图案总是相同的，那是因为月亮只有一面冲着地球。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月球的背面呢？用科学家的话说，是因为月球被潮汐锁定了，就是它自转一圈的时间和围绕地球公转一圈的时间是相同的。简单的说，就是月球和地球神同步，所以月亮一直是犹抱琵琶板遮面的。在地球上的我们，永远只能看到51%的月亮，另外49%是看不见的。月球作为一颗卫星，它的自转周期和母星地球的公转周期刚好一致。这些数学上的巧合设计感太强了，那就非常容易令人怀疑月球它是不是自然形成的天体。如果你在沙滩上漫步，捡到了一只怀表，打开表盖一看，发现了严密精确的机械结构，请问你会认为它是大自然巧合的杰作吗？人们通常把月球的背面叫月之暗面，叫它暗面只是个通俗的说法，不是说它真是黑的，因为太阳的光线是能够照到月球背面的，特别是当月球转向太阳的时候，也就是当它运转到太阳和地球之间的时候，它的背面还会倍儿亮。所以天文学家一般称月球的背面为圆面。大家叫它暗面有两层意思，一层意思是说当航天器运行到圆面的时候，和地球的无线电联系会被阻断。另外一个意思就有点阴谋论的调调了。1959年，前苏联的月球3号探测器第一次围着月球绕了一圈，拍回了月球背面的真容。大家把照片放大以后，突然发现了一个奇特的地方，那就是图片上居然有一个类似于方形建筑的东西。这下人们就都坐不住了，难道说月球的背面有地球以外的生命驻扎在那吗？因为当时的照片实在是像素太低，没有办法看得更清楚，但这就已经算是一条相当劲爆的消息了。于是各种想象的翅膀就展开了。有人说那是外星人的基地，也有人说是外星飞船，各种说法都甚嚣尘上，也催生了各种各样的科幻小说。于是月之暗面的说法就广为人知了。时间又来到了1968年，美国的阿波罗8号进入了绕月轨道，宇航员终于第一次用肉眼看到了月球暗面，所有美好的预期可以说瞬间幻灭，因为全都是大大小小的坑洞。当时的宇航员威廉·安德斯惊叹道：“这就像小孩子玩过的沙堆，全是数不清的坑洞。”通过这种远观的照片，大家确实暂时没看到什么外星人的基地，但是却又升起了另外一个疑问，就是为什么月球正面和背面的景观差距会这么大呢？月球的正面有一些暗区，我们称之为月海。叫海是我们地球人的习惯，月球上是没有水的，当然不可能有真正的海洋。月海指的其实就是一些盆地，而这些盆地上的岩石对太阳光的反射率比较低，所以从地球上看上去就像是黑乎乎的一片。但总的来说，月球的正面，也就是朝向地球的这一面是比较光滑的，背面就是坑坑洼洼，有山谷，有环形山高地。月球的2个半球有着截然不同的地貌，这在太阳系所有行星当中都是没有的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节目的后面我们会给出一个解释，请大家耐心往下看。正当人们疑惑丛生的时候，1969年7月，一件大事发生了。阿波罗11号载人飞船第一次登上月球，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第一次把人类的脚踏上了月球的土地，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：“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，却是人类的一大步。”这时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自豪感达到了顶峰。在阿波罗11号成功返航4个月以后，美国航天局又在接载力发射了阿波罗12号。这个12号它本来是11号的备胎，如果11号登月失败就上12号。既然阿波罗11号成功了，那么12号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也上月球去逛一逛吧。可是出人意料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备胎身上。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，第二次当然就很顺利了。宇航员康拉德和另外一名宇航员艾伦宾成了登上月球的第3人和第4人。不过因为这回没有电视直播，他俩受到的关注远远少于第1人阿姆斯特朗。但是这并不妨碍2位宇航员悠悠闲闲的在月球上待了1天多才返航。这回的事情就出在登月舱上。这里呢，咱们得解释一下阿波罗的登月方式，它并不是飞船直接降落在月球表面上，而是一个主航天器带着一个小型登月舱，它先飞到月球的轨道上，然后发射登月舱在月球表面降落，宇航员就从这个登月舱里出来，月球漫步采集样品，任务完成以后再乘坐这个登月舱返回到航天器，然后再返回地球。所以登月舱就相当于是大轮船上的小船，是船员在没有港口的情况下用它临时登陆用的。但是在回程的路上，登月舱就成了累赘，因为你再带它回到地球，
纯属增加重量耗费燃料没有意义了。所以在回程之前，登月舱就会被抛弃。当阿波罗12号执行抛弃登月舱这个环节的时候，登月舱就被扔出来了。而当它撞到月球表面那一瞬间，月球居然就像铃铛一样震动起来。因为登月舱上还装了一个地震仪，地震仪显示月球表面居然有震动，而且震动持续了将近1个小时才停止，这就让宇航员们傻眼了。这种情况很像我们拿着一个铁锤去敲一个空心金属球的反应。如果是实心的球体，响声和震动应该既短暂又微弱，它不会持续很久。紧接着阿波罗13号又被发射上去了。话说当年美国政府为了阿波罗登月计划，一共投资了270亿美刀，相当于今天的2000多亿。到1972年底，一共成功登月6次，但是阿波罗13号因为出了点故障，当时的确没有登月，但是无意之中也有收获，那就是再一次证实了月震的存在。当机组人员要返航的时候，他们向月球扔了质量更大的一个物体，比开始那个登月舱还要大。这回呢，月球表面传来了像铜锣一样的震动，而且这个震动持续了大约3个小时。这时美苏两国都对月球来了兴趣，两国的探测器时不时的就跑到月亮上去溜达一圈，带回来一些岩石样本做研究。但是这种太空竞赛实在是太烧钱了，而且一段时间以后，两国也预计拿不到什么更有价值的资料了，所以这种竞赛在搞了10多年以后就偃旗息鼓了。虽然人类的探测器已经多次登月，也带回了很多样本，但总的来说，月球对于我们仍然是一大谜团。时间又来到了2020年底，更加蹊跷的事发生了。中国发射到月球背面的探测器嫦娥4号遇到了一些奇怪的岩石，它长这样，是一些光滑的圆锥形石柱。美国航天局的研究员莫里亚蒂百思不得其解，他说要自然形成这样圆滑的柱体需要漫长的时间，而且还需要反复的撞击，再加上热循环产生的压力以及月球表面其他形式的风化作用，所有这些作用力加在一起，才或许有可能形成这样的石柱。但问题在哪呢？就是这一整块岩石它的地质年龄很年轻，还不足以分化成这样。更奇怪的是，就在2021年10月7号，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标题是从嫦娥5号返回的样品中测得的月球上年轻玄武岩的年龄和成分。这个标题听起来非常拗口，文章内容说的倒不复杂，就是说嫦娥5号采回来的月球岩石样本，它大概的地质年龄是21岁，采样点是一个叫风暴洋的月海，这个月海有400多万平方公里，比地球上的印度还大些。这些岩石看起来像是火山喷发出来的岩浆所形成的玄武岩，要点是它比以前阿波罗采回来的岩石样本要年轻将近11岁。科学家们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按照当前主流的月球地质时间线，火山岩石如此年轻是不合理的。文章的一位作者认为，按照主流的观点，月球的地质史演化到距今20亿年这个时候，月球已经开始冷却了，火山喷发的岩浆量应该迅速下降。那么在风暴洋形成的时候，是什么原因激活了月球上的火山活动呢？这个问题就很烧脑了。有一种可能性是，月球内部残留的放射性物质铀土钾，它们提供了必要的热量，在这个时间点激活了月球火山。但是令人困惑的是，嫦娥5号的样本并没有显示这些放射性元素大量存在，所以这位作者也想不明白了。文章的另外一位作者给出了另一个解释，他认为可能是地球引力产生的潮汐拉力，给了月球一股热量，让它的火山再度爆发。因为20亿年前，月球离地球的距离或许会比现在近1半，因此这种影响力可能比现在要大很多。但是这种解释漏洞也很明显，因为如果这种潮汐拉力存在，那么它的影响应该是全局性的，对整个月球的表面起作用，而不是只影响风暴洋这一个地区，产生局部的加热。所以这个解释也说不通。所以说，当代主流的天体物理学还不能够合理的解释这些现象，那我们就换一换思路，看看别的解读怎么说。如果真的如阴谋论所说的，月球是人造星体，那么这就可以很好的解释这些年轻月球岩石带来的困惑了。岩石只是建筑材料，也许是从别处采集来的。原始月球就像个汽车底盘，它的各个部件是不同时期随着汽车的维修更换上去的。如果你在一款1998年生产的汽车上发现了一个2008年出厂的部件，你会不会也很奇怪呢？为什么这个部件会这么年轻？为啥不符合这台车出厂的年份呢？如果非要坚持这台车是自然形成的，那这些现象当然解释不通。
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接受它是一台人工产品，那么在古怪的现象都可以解释得通。这就是科学家研究月球的时候所遇到的困难。因为科学家们都是从地质演化模型出发推理，如果切换思路，把月球看作是史前的人工作品，那所有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了。而且因为月球的正面始终是向着地球的，从这一侧过来的陨石更容易被地球的引力拉过去，所以月球正面不容易受到太空中陨石的轰击，但是背面就比较惨了，天长日久老是挨砸，自然就七拱八翘了。也因为月球的岩石外壳其金属成分含量比地球要高，它的钛金属含量是地壳的约10倍，使得月壳比地壳更为坚硬。它虽然没有大气层保护，老是被陨石砸，但还不至于被砸出深坑。总结一下，月球整体上仍然是个谜团，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去揭示谜底。月球是不是自然星体，我们目前还无法得出结论。至少人造星体这个脑洞可以很好的解释一些难以解答的问题，而且貌似带回的证据越多，就越是能够证明这一点。还是让我们来重复福尔摩斯的那句名言：当所有可能性都被排除，剩下的不论看起来怎么荒谬，那也只能是真相。那么对于神秘的月球，各位有何高见呢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回见。